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幸福频道，我是你们的主播李幸福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件大事儿，绝对会让你们觉得既震惊又好奇。周二，也就是3月4日，长江和记实业 CK Hutchison Holdings 突然宣布了一笔超级交易，他们要把巴拿马运河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侧的港口卖掉，总价高达228亿美元。换算一下，这就是1654亿元人民币，7474亿元新台币，或者1770亿港元。这笔交易的买家呢，是由美国投资巨头贝莱德 BlackRock 牵头的一个财团。听到这儿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挺牛的？毕竟巴拿马运河可是全球贸易的命脉之一，这样的买卖可不是天天能看到的。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贝莱德最近在上海断供了一栋写字楼的贷款，结果被渣打银行直接收回了资产。这就有点意思了，这背后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内幕吗？今天的视频，我就来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这件事的前因后果。我们会聊聊长江和记为什么要卖掉这么重要的港口资产，贝莱德这次收购的真实意图是什么？我会综合最新的新闻报道、业内分析，甚至一些坊间传闻，尽量给大家还原一个清晰的图景。当然啦，如果你们有自己的看法或者知道什么独家消息，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咱们马上进入正题。首先，据知情人士的消息，贝莱德被渣打银行收回的资产位于上海普陀区，为北岸长风项目的逸动和季动写字楼，楼面总面积约2.78万平方米。此前，贝莱德于2018年通过重量联行以12亿元向保德信金融购得上述资产，其中7.8亿元来自渣打银行牵头的银团贷款。至2023年还款期限届满，贝莱德与银行协商展期1年，同时将北岸长风2栋写字楼挂上货架，出售总价约8.4亿元。与12亿元的收购价格相比，贝莱德此番出售相当于打了7折。表面上，这是贝莱德经过价值评估后果断进行的断舍离。不过放大视角来看，这是贝莱德布局中国数年而多类资产投资业绩欠佳的又一个表现。那么，为什么贝莱德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？事实上，这笔资产的出售不仅仅是简单的财务决策，背后透露出贝莱德在中国市场的投资策略调整。根据业内分析，贝莱德在中国的多个项目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回报，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。更重要的是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调整，像上海这样的核心城市的商业地产投资风险也在逐渐上升。接下来，我们把镜头转向这笔228亿美元的巴拿马港口交易。长江和记作为一个全球知名的跨国公司，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机出售如此重要的资产？巴拿马运河的港口作为全球航运和贸易的枢纽，一直都是战略意义重大的资产。而且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，全球供应链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。这样的交易究竟是长江和记要进行战略转型，还是背后有更深层的政治博弈？实际上，不仅仅是和记黄埔在巴拿马运营2座港口，而巴拿马作为中国布局“一带一路”上最为关键的地理位置，一直受到很大压力。在特朗普重回白宫后不久，迫于压力，巴拿马政府已经宣布退出“一带一路”。而经验老道的李嘉诚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通过出售绝大多数港口的激进举动，长和不仅从直面特朗普冲击的风险中脱身，而且通过交易拿到190亿美元的现金，其中可能会有一部分通过股息或回购回报股东。受此影响，长和股票在周三上涨21.86%的基础上，周四继续走高9.13%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与此同时，贝莱德方面也有自己的2重心思，迅速拉近与特朗普新政府的关系，同时为开拓另类投资领域迈出重要一步。
据悉，在特朗普就职典礼后，贝莱德的 CEO 拉里·芬克联系白宫，告诉他们，如果让贝莱德安排交易，就不需要美国使用武力强行抢夺运河。作为叱咤华尔街数十载的老将，芬克经历过多次白宫换届，对于华盛顿特区的风向变化高度敏感。随着特朗普回归白宫，贝莱德在最新年度报告中删除所有关于多样性政策 DEI 的措辞。公司高管在备忘录中指出，这是美国法律和政策环境在 DEI 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。而在今年1月，贝莱德退出了联合国支持的气候组织净零资产管理人倡议 NCAM。随着交易摆上台面，芬克亲自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财长贝森特、国务卿卢比奥等核心成员作出简报。我怕风浪大，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在上述背景下，这笔高达228亿美元的交易以罕见的速度推进，大多数流程都通过视频会议和电话进行。常见的华尔街顾问大军也没有出现在这笔交易里，高盛是唯一一家参与撮合交易的投资银行。知情人士表示，2021年从花旗 CEO 位置上退下来的迈克尔·考伯特是长河的关键顾问，他在位于怀俄明州、杰克逊、霍尔的家中为香港巨头提供意见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促成这笔交易快速进行的另一个因素是贝莱德财团的构成。贝莱德的竞标伙伴包括这家资管巨头5个月前刚收购的全球基础建设合伙公司 Jeep， 以及 Jeep 与全球最大集装箱航运公司 MSC 地中海航运支持的港口运营商 TIL。地中海航运背后的意大利 Apantie 家族也对这笔交易起到了关键作用。这家航运巨头本来就是长河港口业务的顶级客户，这层业务关系也增强了贝莱德财团的竞标实力。知情人士称，长河知道这些港口将交给他们信任的另一个亿万富翁家族，他们也知道贝莱德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影响力。当然，还有一层因素是贝莱德开出的价格太好了，根本无法拒绝。这名知情人士表示，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解决方案，李嘉诚不喜欢事情拖而不决。这笔交易的谈判直达各家集团的最高层，包括芬克、Jeep 的首席执行官阿德巴约、奥贡勒西、李嘉诚以及长河现任董事长李泽钜。可不敢胡说，可不敢胡说。巴拿马运河位于中美洲国家巴拿马，全长51英里82公里，横贯中美洲，是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主要航道。每年约14000艘船只通过该运河，其中包括运载汽车、天然气和其他商品的货柜船以及军舰。数据显示，货轮要从巴拿马运河顺利通过，需要支付58.6万美元的通行费，折合人民币约425万元。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公布的年报显示，2024财年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净收入达34.53亿美元。巴拿马运河承担着全球6%的海运贸易量，美国是巴拿马运河最主要的用户，占运河货运量的约74%，其次为中国，约占21%。The investor group, backed by BlackRock, has agreed to buy a majority stake in the Hong Kong-based company that runs ports along either side of the Panama Canal. This would give a U.S. firm control of key docks in that area amid pressure from the White House. Does the ministry have any comment on this? 我们对有关的商业交易不予评论。此前，香港特区政府已就有关香港公司运营有关港口问题做了回应。作为原则，我想强调，中方支持包括香港特区企业在内的本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兴业，各国都应为相关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环境。我们反对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滥施胁迫、施压的手段。特朗普周三兴奋地把巴拿马港口转手美企形容为美国的征服和胜利，真正得到实惠，摆脱地缘政治纠纷。
特朗普上任伊始，把夺回巴拿马运河作为与中国对抗的重大标志。尽管买下巴拿马港口的公司属于香港私企长和集团，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解读是，中国或香港运营的公司都受中国政府控制。台湾中央社援引香港评论员表示，外界认为李嘉诚是受到美国压力而出售港口，在地缘政治博弈下也难逃一劫。但从另一角度看，这是商业行为的精准计算。那么这场交易的赢家到底是谁？对长和来说，他们拿到了190亿美元现金，股票大涨，成功避开了地缘政治的风口浪尖。对贝莱德来说，他们不仅抱上了特朗普政府的大腿，还拿下了全球贸易的关键节点。这场228亿美元的交易，表面上是港口买卖，背后却是资本、政治和地缘博弈的大戏。你们觉得呢？李嘉诚这次是赚大了，还是贝莱德更会玩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，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件事的后续，说不定还有更大的爆料等着咱们。别忘了点赞订阅，咱们下期见。你穿的是地，你披的是天，走的是阳光。